来了很多电工都没有解决的一个跳闸现象，就是这些电闸像弹钢琴一样的一个一个往下跳，不定时的往下跳，无论电闸下边的线路用不用电，它都往下跳，一直跳完，然后再跳这个总的，就是把这个箱的电闸都跳完以后，在室外还有一个总闸，它会跳外边这一个总闸，250安的总闸。前面的视频我也说了，它跳闸是一跳到底，而正常的跳闸是跳到一半，跳完之后还可以送上电接着用，然后不定时的还会跳。另外旁边这些邻居的电闸有的时候也会一块跳，有的师傅说是不是有谐波干扰，可以用电能质量检测仪查一下。当地电网的师傅拿来了电能质量检测仪，看能不能监测到异常现象。另外我再说一下，当这个故障去年出现的时候，当地电网的师傅一直在现场跟进，和当地的电工师傅配合来检修这个故障。所以呢，我也只是一个配角，小配角。还有后来去看这个美式变压器，也都是电网的师傅一起的。为啥要看这个变压器？就是想看看它的高压输入端有没有异常。但是打开以后我就懵了，这个20年的变压器没看出来是哪里的问题，但是也不敢动。为啥怀疑到了高压这一块呢？因为在我视频评论区有个粉丝说他遇到了和这个一样的现象，发生在浙江的一个工厂，换了800安的空开也是一跳到底，最后发现问题出现在了高压的保险丝，上面有一个高压保险丝生锈了，换了一个新的好了。还有一个师傅他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电闸是一跳到底，不定时的跳，最后也是发现高压这一块有虚接的现象，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线重接以后好了，闸也不跳了。但是说相比之下这一种还是比较好检测的。而这一个美式变压器是20年以前的变压器，它要带着附近的很多商户还有住户，所以这个不敢轻易去动。还有它里面的保险丝还有高压接头，再说都20年没动了，不敢动。有个粉丝说这个变压器就相当于一个老年人，即便是身体内部有问题你都不敢去动手术。有的师傅说用发电机它会不会出现跳闸？不会，这个发电机发出来的电接上以后，这个电能质量检测仪检测出来的数据要比变压器出来的数据要好很多。这里有测量出来的数据，我只截了个屏，截了很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说是有谐波干扰，晚上和白天不一样，晚上跳闸的时候很严重。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你用手机录着像，想录这个电闸跳的现象，它反而不跳。不录的时候一晚上跳很多次，录的时候一直不跳，现在还在录，它就是不跳。我在现场录了3个晚上，也没拍到它跳，手机一拿开，人一走，啪跳了，就是那么神奇。那到最后是不是这个变压器高压的原因呢？也不敢确定，再等等，咱们要相信电网的师傅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好了，感谢您的观看，请多多指点。今天修这个电路真是见鬼了，他们说电闸都有电，就是电器开不了。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电压低，就是电压不正常。用万仪表测量灵火之间的电压，电压还可以，为什么电用不了呢？再用钳表掐每一项的电流，电流很小，没用电。他们说现在都不敢用电，因为用电连电扇都转不起来，灯还闪，空调也开不了。再用电笔测量对地的电压，这一项还行，有点低，这一项也还行。这一项火线对地，电压稍低一些。再测零线，零线不带电。电压可以啊，前面来的师傅也都说电压可以，但是他就是带不起电器。那就去开一下电器，看看什么情况。可是来到房间一看，电器都正常了。现在不正常了？我不住一天没有电，我把孩子都……您看这空调也能开了，这灯也有电了，这是不是就正常了呢？他就是一开始他就是不正常，他自己停他一段时间电自己就好了。
就是一直带不起来。带不起来。看一下它但是现在就是我们一上午没开店，刚才你来的时候才知道好了。但他昨天是不是那天也是这样？这里没问题，就外边电表那里看一下吧。那就去后面的电表那里看一下，看能不能发现异常。这里就是他们的电表，在总闸这个位置测量电压都不太正常，电压有高有低，电压高的230，低的200。不过还是有新发现，用电笔测量零线，零线居然带电16伏，这就是不正常。这是有漏电吗？还是有什么情况呢？漏电呀！他们家漏电呀！漏电。这个去他们家查吧。嗯。去他们家查吧。这个说进他家了。这就从这进去了呗。啊，对。这时间都是走了。主电缆进了配电箱，进了这个总闸，看一下它的主电缆从下边上来的。这根还是用钳表掐整根的电缆线，14安的电流，应该是0安。14安，那这个电流有点大。现在是开空调了，所以掐每一项的电流，它都有一个大电流10几安。这一项火线17安的电流，那么它的零线呢？掐一下它的零线5安，这个不正常。零线正常的电流应该和火线是一样的，很明显它这一路是有问题的。火线18安，零线应该也是18安，结果零线5安，楼上。对，这一路有问题。这一路，你们上面是不是接错线了？2楼总开，2楼还有总配电箱吗？有一个小的。有个小的。我不懂，我们从来没有，我们都是集体开的。您不懂没事，您不懂没事。这是火线，199对地。今天上午零线16伏来了2个，他说跟电闸没有关系，说里面的线有问题。你听我说，上面的2楼一路房间，哎，怎么又小了一会儿？14安了变成。2楼你一路房间去拉闸，你拉到哪一路没了，我叫你。什么叫拉闸？就是房间不是刚才咱每一路咱都每一个房间的都有个总闸吗？我去。你拉一路拉到哪一路没了，然后喊一声。它都开着的，现在。我知道都开着空调不是？没有，就2个房间开着。就2个房间开空调。你不用给我删，没事。现在有个10安的漏电电流，就是这个电流，它过去18安，回来只有5安，也就是10几安上哪去了？跑走了。跑了。就是电线坏了。漏电。就是漏电，我就这个意思嘛。是吧？现在13安了。拉一路，再拉一路。再拉一路。好，找到了。确定吗？拉了一路零线怎么变高了？接混了，你们是？拉了一路零线变高了。让你把其他几个房间都拉了。应该是都开着的房间。你说关闸是吧？高起来了。哎呀，这可烦人了，这种。3，零线都没有电流。好了，上去吧。零的在这儿，总零在这儿，都没有，总零线都没有。总零线都没有电流，您说它这个电流往哪跑了？火线有电流，而主线上居然有个10安的漏电电流，所以这个问题出现在2楼。断开2楼的总闸会怎么样呢？现在再去测量电压，看一下零火之间的电压，差不多250，
这一项零火之间，你看电压多低，很小，这就不正常。用电笔测阻零线70多伏。为什么拉了这一路阻零线都带电？也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电都奔着这个走，不是？我瞬间懵了，这是什么现象呢？就是说这个一送上以后，你听我说，这个火线有电流，零线回来都没电流。那么你因为哪个地方有问题？零线跑了，就是他这一路用的零线是人家的零线，不是他自己零线，或者这路零线对地是漏电的。这是个一个电缆送过来的，它能不能出现别的？不知道，它有可能是往地下跑的。往地下跑的不知道。现在是正常的，所以说现在吧，就去找这个零线外边从哪断了。他以前出现过这种现象吗？没有啊。那就找这个零线为啥断了，在哪个地方断的？现在去找，赶紧去找外边去找。再次来到外边这个电表箱，测量零线排带电70多伏，也就是说这个零线在这个地方都断开了。还得去上一级总闸看一下，这是上一级的总闸，零线在这个位置没问题，也就是说往配电箱走的这个地下的零线是断开的，所以准备给它拉一路零线过来给它接上。那现在再找2楼的电路漏电，看问题出现在哪。2楼每个房间都有配电箱，你看进线是4个的，那头是10个的，上面肯定有接头。接头在哪呢？找到每个房间的接头，那么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在吊顶里边好像有线，得上去看一下。找了个梯的，看有接头，这就是主线，又接了分线。这是进来的主火线，测量有电流，而零线在测量还是没有电流。我得找一下这个零线有电流的是往哪走了，一路掐，往这个方向火线没电流，零线有电流，电流是往那走的。最后找到了这个头，这个黄线就是零线，用钳表掐11安的电流，接触这个蓝线也是11安的电流，那就找这个蓝线去哪了。这是进了另一个房间呀，进这个房间的火线没有电流，它零线有电流，我就认为这个零线这边是有问题的。这路线进了一个小厨房，有插座，这个线是热的，这线是热的。你那个，把这个插头拔了，我上边再去测它有没有电，你拔了它。好，拔了，我再去测一下。烫手这个没了，电流没了。看一下这个插座线出现了什么问题。问题在这儿，看到了，这线都破皮了，零线和地线都漏铜丝了，都糊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零线和地线发生了短路，导致零线的电流对地放电。现在再回到主配电箱再测一下，主线电流为0，确实是不漏电了，漏电的现象没了。但是这个时候一测零线是带电的，带200多伏，这样就可以确定它的主零线是断的，200多伏，这不正常。你看这电压，这就是断零线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赶紧拉掉，因为这样用电会烧电器的。外边进线主零线重新拉了一个新线，合闸送电。现在在测量都正常了，零线就不带电了。电压正常了，这电压也正常了。哎呀，这电压也正常了，你知道？就这一项一用电多，它有点低，电压有点低，用电少了它就上来了。这个是硬伤。物业如果给你们换电缆的话，那就会更好了。我们就正常了都哈。对，正常用电。好，哎呀，太好了，哎，辛苦了哈，不用师傅，哎呀，是。前面这个案例是不是有很多师傅没看明白？我简单画了一个图，画的不好。这就是楼下的那个总闸，
然后那个配电箱里的分闸，这是往2楼走的总空开。2楼有空调有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但是现场的故障现象是，我没去之前他们说这空调都开不了，灯也开不了，两者还都有电。我去了之后发现那个能开起来了，但是我用钳表一掐，火线的电流10几安，而零线的电流就不正常，它没有10几安，应该是零火线之间的电流是一样的，就这个10几安，这个也得10几安，就是用这种钳表一掐。这种电路咱们怎么理解啊？可以把火线电流比喻成水流，就是当电器用电的时候，它是像水流一样的流入电器，然后再通过零线回去，形成回路。它的主零线是断开的。开始我没发现，如果主零线断开，你用电臂测主零线，它就相当于一个火线，它有220的电，它就相当于一个火线。但是视频中用电臂一测，它反而不带电，带个10几伏，是因为这个零线在这个地方是接地的，这是后来发现的，那个插排的零线和地线这一块是接地的，和地线碰在了一起，这样即使它断了，这个火线也通过电器以后与地形成回路，所以说它的空调到后来我发现，能开起来，灯也正常亮，但是零线的电流和火线的电流不正常，就是在这个地方测的不正常。后来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关了这些电器以后，火线的电流变小了，而零线的电流变大了，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其他回路的这些电路，这些电器一运行也是往零线走，而零线也是顺着这个零线直接进入大地形成回路。所以说这个火线的电流通过电器进入零线往地下走，零线也是通过这个零线往地下走。所以说在这些地方测的都没有电流回去，它回不去，它断了。所以说后来从旁边一个配电箱一个好的零线排上拉出来一个主零线给它接上，把这一块断开，这就正常了。但是它这个主线的电压也有的还是低，一开电器它就变成了100多伏，就导致电器自动关机保护开不了，就是因为它这个电压主线我怀疑在地下或许还有问题。好了，先给大家分析到这里吧，我分析的也不好，感谢您的观看，请多多指点。